曹操雄才大略，在位25年，刘备半生戎马，仅当了2年皇帝，一代枭雄孙权执政24年。但你敢相信吗？那个被全天下笑话了上千年的扶不起的阿斗刘禅，竟然在杀机四伏的三国乱世稳坐帝位整整41年。他不仅是三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更是唯一一个在亡国后还能让司马家不敢动他汗毛的人。诸葛亮临终前才悟出的真相，今天我为你彻底拆解。刘禅到底是真傻，还是这乱世中城府最深的顶级生存大师？其实啊，咱们聊刘禅，最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刘备。咱们常说老子英雄而好汉，但放到刘禅身上，大家总觉得这基因突变太厉害了。可如果你真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刀光剑影的建安末年，你就会发现刘备对这个继承人的培养简直到了近乎刻薄的程度。咱们得先纠正一个极大的误区，就是觉得刘禅从小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其实不然。刘禅出生的那一刻，正赶上刘备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候，他在长坂坡差点就被曹操的虎豹骑给踩成肉泥，是赵云冒着死人堆把他给掏出来的。这种出生就在死人堆里打滚的经历，给刘禅带来的心理建设，绝对不是后来那些锦衣玉食的守城之君能比的。而刘备在缓过劲来之后，给刘禅开出的教育清单，那简直是按着开国大帝的标准去卷的。在《三国志》的记载里，刘备明确要求刘禅去研读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这些书。咱们得咂摸一下这个书单的味道，这可不是什么教你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经典，这全是法家权谋、兵家诡道的硬通货。刘备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打下的这点家底，处在曹魏和东吴的夹缝里，如果接班人只会读《诗经》讲仁义，那蜀汉连3年都撑不过去。所以刘禅从小接受的是那种极度务实，甚至带点冷酷颜色的帝王术训练。刘备还专门找了伊籍这种律法大师来教他《左传》。伊籍是什么人？那是参与制定蜀科的核心成员。可以说，刘禅还没成年，他的脑子里装的就已经是复杂的国家律令架构和历史上权力博弈的血腥案例了。咱们先还原一下当时的犯罪现场。那是景元5年，也就是公元264年，蜀汉已经亡了，刘禅被押送到洛阳。当时的司马昭，那是权倾朝野，路人皆知其野心的枭雄。司马昭这个人杀起皇帝来是绝不手软的，前不久刚把曹魏的皇帝曹髦给捅死在街头。对于刘禅这个曾经的敌国元首，司马昭心里是100个不放心，他得试探，他得看看这个刘禅到底是不是在装疯卖傻，看看蜀汉的余孽还有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于是司马昭摆了一桌酒席，专门请刘禅吃饭。这顿饭那是真正的鸿门宴。司马昭故意安排了蜀地的歌舞，那凄凉的巴蜀音律一响起来，旁边陪同的蜀汉旧臣们个个掩面痛哭，那种亡国之痛是藏不住的。可你猜刘禅怎么着？他不仅没哭，反而吃得津津有味，乐呵呵地看着歌舞，仿佛自己不是在敌国做俘虏，而是在自家后花园看戏。司马昭一看这场景，心里估计都在冷笑，他凑过去问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安乐公，私属否？刘禅的回答简直可以载入影史，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此间乐，不私属。这6个字一出来，司马昭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他转头对身边的人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九泉，而况将为邪？你看，司马昭上当了。他觉得刘禅就是一个没心没肺、彻头彻尾的草包，一个连家乡和祖宗基业都能瞬间忘掉的软骨头，
根本不值得他动刀子去杀。但咱们细细品味一下，刘禅是真的没心没肺吗？一个在位41年，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人，难道连这点基本的触景生情都没有？不，这恰恰是刘禅最高明的地方。他太清楚司马昭想看什么了。司马昭想看一个痛苦的刘禅，一个心怀故国的刘禅，因为只有那样的刘禅才具有政治威胁。刘禅如果不乐，如果不表现出对现状的极度满足，那他在司马昭眼里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他必须演，而且他不仅演得像，他还要演得过。紧接着发生的第二幕更是神来之笔。刘禅的属下戏正看不过去了，悄悄跟他说：“主公，下次司马昭再问你，你就闭上眼，一脸痛苦地说：先人坟墓远在龙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结果司马昭果然又问了，刘禅照着演了一遍，连闭眼的动作都一步到位。司马昭一看，乐了，说：“这词儿怎么听着像戏正说的啊？”刘禅立刻睁开眼，一脸无辜又惊讶地说：“哎呀，您怎么知道？确实是他教我的。”这一段话直接把司马昭最后的一丝疑虑给打消了。刘禅通过承认自己学人说话，向司马昭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我不仅没野心，我还没主见，我就是一个谁教我就跟谁走的玩偶。这种彻底的、全方位的自我矮化和人格解构是极其痛苦的，但它极度有效。他用自己的尊严换来了整个刘氏家族的保全，换来了蜀汉数万移民的平安。如果你觉得这是笨，那这种笨的成本未免太高，而收益又未免太精准了。这种在绝境中精准识别敌人心理预期，并把自己物化、小丑化来寻求生存空间的手段，绝非昏庸之人能想得出来的。我们再往深了看，刘禅的一生其实一直都活在一种极度的压抑和伪装之中。从他出生开始，他面对的就是一个支离破碎、颠沛流离的世界。他出生在长坂坡前，在那场著名的逃亡中，他差点就被曹操的铁骑踩成肉泥。是赵云从死人堆里把他挖出来，塞进怀里，杀出重围。刘备接过他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抱抱儿子，而是直接把他摔在地上，说：“为这孺子，损我一员大将。”这一摔出了一段君臣佳话，但也给年幼的刘禅摔出了一个深刻的生存逻辑。在父亲的事业面前，他这个儿子的命其实是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筹码。这种不安全感贯穿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刘备在外面东征西讨，他在后方接受着近乎严苛的帝王教育。这种教育不是教他怎么去享受，而是教他怎么去当一个符号，当一个能够承载起汉室大业的符号。诸葛亮对他不仅是相父，更是一位严厉的导师。在诸葛亮的羽翼下，他没有任何犯错的空间，也没有任何表达自我的机会。如果你去看出师表，你会发现诸葛亮对他的嘱托细致到了每个岗位该放谁，每天该干什么。这固然是诸葛亮的忠诚，但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阴影？但刘禅忍住了，他不仅忍住了，而且表现得异常得体。他在诸葛亮执政的12年里，真正做到了祭祀由己，政事由父。这种权力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自古以来，幼主与权臣的矛盾是无解的死结，多少小皇帝为了夺权，不惜发动流血政变，最后搞得国破家亡。但刘禅没有，他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淡泊和顺从。这种顺从是真心的吗？从他后来在诸葛亮死后立刻废除丞相制，甚至禁止全国为诸葛亮立庙来看，他心里是有主见的，是有独立意志的。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藏，什么时候该显。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那些年，
刘禅在成都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一个稳定的后方图腾。他从不干涉前方的军事指挥，也从不因为北伐的失败而责难诸葛亮。这种政治信任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是极其罕见的。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背景板，让诸葛亮能够心无旁骛地去燃烧最后的生命。这种无为其实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明白，只要诸葛亮在，蜀汉就有希望；只要他不乱动，蜀汉就不会崩盘。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刘禅在洛阳的那句“乐不思蜀”，你就会发现，那不是偶然的诗语，而是他一生隐忍哲学的最终完成。他把那种长坂坡以来就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本能发挥到了极致。他看透了权力的虚妄，看透了成王败寇的本质。他选择用一种最滑稽、最卑微的方式，完成了对他身后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的最后一次守护。这种大智若愚，这种在历史洪流中随波逐流却始终保全核心价值的韧性，难道不比那些头撞南墙，最后拉着成千上万人陪葬的英主更值得玩味吗？刘禅这个人物就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生机，甚至有点荒凉，但如果你真的俯身下去，去听那井底的回响，你会发现里面全是岁月的惊雷。他的一生其实都在和那个时代做对抗，只不过他选择的方式不是硬碰硬，而是像水一样顺着地势走，顺着命运流。这种水的智慧让他成了三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让他成了被误解最深的君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把这个影帝的人设先立起来。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到他那长达41年的治国生涯中，看看他在诸葛亮走后，到底是怎么凭借一己之力，把那个先天不足的蜀汉政权又强行续命了30年的。这背后的权谋手段，可比乐不思蜀精彩得多。一个能把装傻演到骨子里，演成千古笑谈的人，他真的天生就是个草包吗？咱们得把视线从洛阳那场尴尬的酒宴上挪开，往回到几十年，去看看刘备和诸葛亮这两个三国顶级的大局观大师到底是怎么培养接班人的。你要知道，刘备这种老江湖，一辈子见过的枭雄、英雄、奸雄比咱们见过的路人还多。他要是真生了个智障儿子，他能心甘情愿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汉室基业交出去？他能眼睁睁看着诸葛亮这种千古名相去辅佐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柴？这逻辑上根本撞不通。咱们得先看看刘禅真实的简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阿斗就是个整天只会斗鸡走狗，只知道在后宫玩乐的阔少爷。但你翻开史料，你会发现刘禅的青少年时代，那是在极其高压、极其硬核的精英教育下度过的。刘备对这个继位者的期望值高得吓人。他不仅给刘禅请了当时最顶尖的老师，比如一级这种博学多才的大儒去教他《左传》，甚至连诸葛亮都亲自上阵，当起了家教。诸葛亮那是何等人物？他每天处理蜀汉那么繁重的军政要务，恨不得一个人分成8个人使，但他依然专门抽时间给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这些先秦法家和兵家的神作。大家想想，为什么要教这些？这可不是教你写诗作赋、陶冶情操，这是在教你帝王术，教你如何御下，教你如何在乱世中通过制度和权谋去控制一个国家。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也不是咱们后世演义里看的那种孺子不可教。在给杜威的信里，诸葛亮写过一句话，说朝廷年18，天资人敏，爱得下士。你要知道，诸葛亮这种人，平生最不屑的就是阿谀奉承。他评价一个人，那是极其精准且客观的。他用天资人敏4个字，就是说刘禅不仅心地仁厚，
而且反应敏捷，头脑清醒。甚至刘备在临终前的遗诏里也提到了，诸葛亮曾在他面前夸奖刘禅，说这孩子进步很大，聪明程度超出了预期。刘备在遗诏里感慨说，既然丞相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刘备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的视角里，刘禅非但不是个傻子，反而是一个各方面素质都在水平线之上的合格继承人。那么，既然底子不差，为什么后世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彻底的庸才呢？这就得聊聊刘禅那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性格了。刘禅的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是被那种极度压抑的成长环境给逼出来的。你想想，他爹是刘备，那是感天动地的仁德楷模；他老师是诸葛亮，那是近乎神格化的智慧化身。活在这两个人的阴影下，刘禅其实根本不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他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隐身。在诸葛亮当政的那些年，刘禅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修养，他把所有的决策权都交给诸葛亮，自己只负责执行礼仪性的功能。很多人觉得这是软弱，是傀儡，但我看这才是刘禅聪明绝顶的地方。咱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蜀汉内忧外患，诸葛亮在朝中的威望那是如日中天。刘禅作为一个还没掌握实权的年轻皇帝，如果他想表现自己的英明神武，如果他想跟诸葛亮争权夺利，那结局会是什么？结局只能是蜀汉内部先打起来，最后让魏国坐收渔翁之利。刘禅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绝对的信任与彻底的放权。这种放权其实需要一种极大的胸襟和定力。他明白，在那个节骨眼上，只要诸葛亮能把国事办好，自己当个背景板又何妨？这种不争之争，这种大智若愚的政治自觉，其实是他多年接受精英教育后形成的理性判断。而且你仔细去读史料，你会发现刘禅并不是完全没有主见，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其实是很有态度的，只不过他的态度往往藏在那些温和甚至有些笨拙的辞令背后。比如诸葛亮六出祁山，刘禅虽然支持，但他心里其实有一本账。他知道蜀汉国力弱小，经不起连年的折腾，但他也知道北伐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也是蜀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他不拦着。但他这种支持是有底线的，这种在巅峰权力面前保持克制的能力，其实比那种咄咄逼人的进取心更难得。刘禅的精英特质还体现在他的忍字功上，这种忍不是窝囊，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等待。他在等什么？他在等自己真正成熟，也在等那个能让他施展自己政治理念的时机。在他当皇帝的前10几年里，他就像一个最安静的观察者，坐在那个高高的地位上，看着朝堂上的派系斗争，看着前方的战火硝烟。他在学习，在消化诸葛亮教给他的那些权术。那些被抄写的法家经典并不是白读的，在他后来的统治中，那种对权力的精准平衡，那种对大臣的任用与牵制，处处都有法家思想的影子。所以说，咱们不能被后来那些抹黑他的文字给带偏了。刘禅这个人的起点其实非常高，他接受的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教育，身边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大脑。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平庸的姿态，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在那个诸葛亮这个巨星闪耀的年代，平庸才是对自己、对国家最好的保护色。他把自己藏得非常深，藏到了连历史都差点被他骗了的程度。当你拨开这些迷雾，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刘禅。他不是那个在长坂坡被摔坏了脑子的倒霉蛋，也不是那个只会躲在后宫玩乐的昏君。他是一个在极端政治环境下，通过极度自律和自我隐藏，成功存活并维持了国家基本盘的清醒者。
这种清醒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他明白自己的局限，也明白环境的险恶。他选择用一种最不讨喜、最没光彩的方式去履行他作为一个君主的职责。这种被掩盖的天才人设，才是我们理解后面几十年蜀汉政治走向的关键钥匙。如果我们只把刘禅看作一个幸运的笨蛋，那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诸葛亮去世后，那个被认为扶不起的阿斗，竟然能在这个充满了背叛和篡位的时代，又稳稳当当的当了30年皇帝。那30年里，没有内乱，没有篡位，政权平稳过渡。这难道仅仅是靠运气？别逗了，在那样的乱世，运气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那背后其实是刘禅多年来默默积攒的政治手腕，是他那被世人轻视的厚积薄发的精英素质在起作用。咱们接下来就得好好聊聊，当那个为他遮风挡雨的相父诸葛亮走后，刘禅是如何从幕后走到台前，如何用他那套独特的无为而治去操控那个风雨飘摇的国家的。你会发现，真正的刘禅远比你想象的要深沉得多。聊到这儿，咱们得把视线从那些堆满灰尘的竹简和帝王课本上抬起来，去盯住一个在历史上极度微妙，甚至带着点压抑美感的特殊时期，那就是刘禅当政的前12年。这一段日子，我管它叫相父阴影下的政治修行。你要知道，这时候的刘禅虽然名义上是蜀汉的大地主、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发报机、发动机，甚至刹车片，全都攥在诸葛亮一个人手里。很多人看这段历史，总觉得刘禅就是个唯唯诺诺的傀儡，诸葛亮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诸葛亮让他抓鸡，他不敢撵狗。但咱们换个角度，从一个20出头、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视角代入一下，天天面对一个威望比你高、权力比你大，甚至连你家家务事都要管的相父，这种日子好过吗？在咱们中国的权力逻辑里，幼主和权臣那就是天生的冤家，原有周公和成王，近有后来的康熙和鳌拜，几乎没几个能善始善终的。但偏偏刘禅和诸葛亮把这段关系处成了一种政治学上的奇迹。这种奇迹的背后，藏着刘禅极深的一种无为智慧。你仔细去读《出师表》，诸葛亮在那儿语重心长的交代，宫里的大小事务，要是拿不准，就去问费祎、董允。这话听着是教导，但在皇权的逻辑里，这其实是在画地盘，是告诉皇帝，你的生活圈子我给你定好了，政务圈子你也得按我留下的名单来。换个脾气急点的年轻人，估计早就摔杯子骂街了，觉得这皇帝当得憋屈。可刘禅呢？他表现出了一种远超年龄的冷静。他不仅全盘接受，而且是发自内心地高调的配合。他给诸葛亮的权限叫开府治事，这意味着诸葛亮的丞相府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刘禅自己干什么呢？他把自己缩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坐镇成都，专门负责接见外宾、主持祭祀、给前方将士发荣誉勋章的吉祥物。这种缩回来的姿态，其实是刘禅在那种极端政治生态下的自我保护，也是他最高明的一手。他太清楚自己的处境了。论威望，他比不过辅助先帝打天下的诸葛亮；论才干，他在那群荆州老臣眼里还是个孩子。如果他这时候跳出来争权，那就是在蜀汉最虚弱的时候搞内讧，那不是英明，那是作死。所以他选择了一种近乎禅定的状态。他把所有的聚光灯都推给诸葛亮，让诸葛亮去前方承受六出祁山的军事压力，去后方处理繁重如山的内政。这种相父治国，我治祭祀的格局，在外人看来是权力的丧失，但在刘禅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政治卸载。
他通过彻底的放权，不仅换取了诸葛亮的绝对忠诚和政治稳定，还给自己争取到了长达12年的实战观察期。他在那个高高的地位上，看着诸葛亮是怎么调兵遣将的，看着那些大臣是怎么尔虞我诈的，这哪是在当傀儡啊？这简直是在近距离观摩人类历史上最高等级的政治教学课。而且你千万别以为刘禅在这期间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他这种无为其实带着一种极强的稳定性。诸葛亮在前面打仗，最怕的就是后方起火，最怕的就是皇帝听了谗言要收权。历史上有多少名将是死在自家皇帝的猜忌手里的？岳飞、谭道济，甚至是后来的袁崇焕。但在蜀汉，这种情况一次都没发生过。哪怕李严这种重臣在那儿挑拨离间，哪怕前方战事不利的流言满天飞，刘禅对诸葛亮的信任就像泰山一样稳。这种信任，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他懒，他怕吗？不，这是一种深刻的战略定力。他明白，只要诸葛亮在，汉室的旗帜就能飘得住；只要他不乱动，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就不会散。这种能把自己意志完全压制住、甘当配角的修养，其实比那种急于表现的雄心壮志要可怕得多。咱们再聊聊刘禅和诸葛亮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博弈。诸葛亮对他不仅仅是臣子对君主，更有一种老父亲式的严厉。在《出师表》里，诸葛亮教训刘禅要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这简直就是长辈在训斥不听话的小孩。刘禅是怎么回馈的？他称呼诸葛亮为相父，在各种公开场合给足了诸葛亮面子。但他心里有没有压力？肯定有。这种压力在他后来的一些细微动作里能看出来。比如诸葛亮刚一去世，刘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丞相这个职位。这说明他在那长达12年的阴影里，其实早就受够了这种权力倒挂的姿态，但他能忍，他能一直忍到诸葛亮寿终正寝。这种忍耐力，这种在庞大阴影下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的活出自己节奏的能力，难道不正是帝王术中最核心的一环吗？很多历史爱好者总喜欢假设，如果刘禅当时表现得更强硬一点，如果他更早的参与政务，蜀汉会不会更强？我觉得这种假设完全不成立。刘禅的无为，实际上给蜀汉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政治平稳期。在那12年里，蜀汉虽然国小民弱，但它的行政效率、它的廉洁程度、它的凝聚力，在三国里是最高的。这其中当然有诸葛亮的功劳，但刘禅这种不折腾的配合，是这一切的前提。它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所有的政治摩擦力。当你在成都的皇宫里，看着那位白发苍苍的相父一次次出征，看着那个为了你家基业呕心沥血的老人，刘禅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他不仅在感激，他也在学习那种克制。他学会了如何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去维持一种体面。这种体面后来成了他统治的核心逻辑。他不像他爹刘备那样激情四射，也不像曹操那样多疑善变，他更像是一个冷峻的旁观者，在那个名为相父的巨大保护伞下，默默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最适合守城的君主。这种在阴影下的修行，虽然没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那么夺目，但他对刘禅性格的塑造是决定性的。他让刘禅明白了一个真理：权力的最高境界不是握紧，而是放手；统治的最高境界不是发号施令，而是顺势而为。这种带着道家色彩的政治逻辑，正是他在那12年里领悟到的绝招。所以，当5丈原的秋风吹过，当那个为他挡了一辈子风雨的相父离去时，刘禅并没有表现出慌乱，他异常平静地接过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因为他知道他的修行已经结束了，
属于他的那个不为人知的阿斗时代才真正拉开了序幕。而接下来的30年，他将用一种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方式，向世界证明，那个在阴影下缩了12年的年轻人，到底积攒了多么恐怖的政治能量。这种能量不是用来开疆拓土，而是用来在必败的局势中强行扭转命运的齿轮，为那个注定毁灭的政权争取到了最后的一点温情和尊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关于权力平稳过渡的终极秘密。五丈原的那阵秋风不仅吹散了诸葛武侯最后的灯火，也把蜀汉政权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口。大家伙儿试想一下，在那之前，蜀汉的所有人，上到白发苍苍的将军，下到田间地头的百姓，心里其实都有一根定海神针，那就是相父。只要诸葛亮还在，哪怕北伐没成，哪怕国力再弱，大家总觉得这天他不下来。可就在建兴12年的那个秋天，这根针折了。成都的空气里恐怕都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惶恐。这时候，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目光，一股脑儿全砸在了那个快30岁，却在大家眼里还是个孩子的刘禅身上。很多人私下里估计都在嘀咕，这阿斗离了相父，他能撑过3天吗？但接下来的事儿让所有人都看走了眼。刘禅非但没有慌，反而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咱们上回提到的彻底废除丞相制。这件事儿在当时看简直是石破天惊。要知道，丞相这个位子在蜀汉那是不一般的，那是诸葛亮的代名词。刘禅这么干，是不是在搞去诸葛亮化？是不是在报复？其实都不是。这恰恰是他在那长达12年的政治修行中悟出来的权力真谛。他明白，诸葛亮这种千古奇才，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孤品。诸葛亮能做到事无巨细、鞠躬尽瘁而大权不倒，是因为他有那个本事，也有那个道德光环。可后来的蒋琬、费祎，他们虽然也是能臣，但谁能压得住满朝文武？谁能像相父那样让皇帝心甘情愿的放权？如果刘禅继续设一个丞相，那这个新丞相要么就是个受气的傀儡，要么就会演变成一个真正的权臣，最后跟皇权顶牛，搞得国家鸡犬不宁。所以刘禅手起刀落，把丞相权力给拆了。他把行政权给了蒋琬，把军权给了费祎，让他们2个人并驾齐驱，互相制衡。而他自己则稳稳地坐在那台最高裁决器的位子上。这一招权力拆迁，不仅保全了后来蒋、费等人的政治生命，更让蜀汉在失去精神领袖的极度动荡期，实现了权力的丝滑过渡。这种对权力的敏锐直觉，哪里是一个扶不起的人能有的？这是典型的顶级帝王术。咱们再说说这种权力重构背后的隐忍。在诸葛亮去世后的那段时间里，朝廷里那种悲愤交加的情绪是很浓的，尤其是北伐派，个个摩拳缩短，想继承武侯遗志。刘禅这时候如果直接跳出来说咱们以后不打了，咱们得歇歇，那肯定会被唾沫星子淹死。他选择了一种更温和、更具有东方智慧的方式。他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名义上支持北伐，实际上却把北伐的节奏控制在一种有限战争的范围内。他在等那些老将慢慢老去，等国家那种狂热的复仇情绪慢慢降温。这种在波涛汹涌中稳住船舵的耐心，其实比在前线冲锋陷阵更考验一个领袖的素质。而且你发现没有，刘禅在处理诸葛亮身后事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分寸感。当时全国都在请愿，说要给诸葛亮立庙。按理说这是好事，显得皇帝尊师重道。可刘禅一开始死活不答应。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礼制里，
立庙那是皇室的特权，是祖宗的待遇。如果给臣子立庙，而且是那种规模宏大的全国性祭祀，那皇权的威严往哪儿放？刘禅在这一点上守得极严，他明白感情归感情，政治规矩归政治规矩。如果他在这儿开了口子，那蜀汉的法统就会动摇。直到多年后，他才同意在勉县，也就是诸葛亮安葬的地方立一个小规模的庙。这种既给了面子，又保住了底线的操作，展现了他对度的精准把握。这种对度的把握，还体现在他对派系的调和上。蜀汉内部其实一直不太平，荆州派、益州派，还有后来加入的凉州派，这几股势力在那儿明争暗斗。诸葛亮在的时候，靠着绝对的威望强行压着，没人敢造次。诸葛亮一走，大家的心思都活络了。刘禅这时候就像一个老练的端水大师，他在人事安排上极其考究，既保证了荆州派，也就是他的基本盘的核心地位，又给了益州本土派足够的台阶和利益。他在位那40年，蜀汉竟然没有发生过一次像样的内乱，没有发生过一次血腥的清洗。你要知道，那可是三国时代啊！曹魏那边，司马家杀曹家就像切瓜一样；东吴那边，孙皓杀大臣就像杀鸡一样。对比之下，刘禅治下的蜀汉简直是一片宁静的绿洲。这种宁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刘禅用他的不折腾和大智若愚换来的。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不太爱管事，只喜欢在后宫看看书，偶尔玩玩乐的平庸皇帝，让手下那帮大臣觉得自己有施展的空间，觉得自己是被信任的。其实他那双眼睛在后宫的帘子后面，看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允许大臣们争论，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甚至允许姜维这种激进派在边境折腾，但他始终握着最后的那根红线。只要你不谋反，只要你不把国家搞瘫痪，他都能容忍。这种容忍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掌控。很多人嘲笑刘禅宠信黄皓，觉得这是他昏庸的铁证。咱们得客观的看，黄皓的出现其实是皇权在后期为了对抗日益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军方势力而培养的一个家奴。这虽然在后期造成了危害，但在最初，这其实是刘禅试图平衡权力的一种尝试。他在那个位置上太孤独了，他需要一个只听命于自己的声音。虽然这种手段在后世看来并不高明，但它确实反映出刘禅在权谋运作上的复杂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黑白人物，他是一个在极度困窘的国力下，试图把这台破旧的机器维持得更久一点的精明账房。当我们在历史的迷雾中审视这个时期的刘禅，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那种被广为诟病的软弱，其实成了蜀汉最大的粘合剂。因为他软，所以大臣们不觉得他有威胁，所以各派系之间才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他是个像孙权那样猜忌成性，或者像曹操那样霸气外露的君主，以蜀汉那点可怜的资源，恐怕早就崩盘了。刘禅用他的空容纳了蜀汉所有的满，用他的静平息了所有的躁。这种在后诸葛亮时代通过重新构建权力结构，精准制衡派系，以退为进的掌握国家命脉的手段，正是他从影子皇帝走向实权之主的成人礼。他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在权力的博弈场上，最后赢的往往不是那个声音最大的，而是那个活得最久、最能忍也最懂平衡的。这种智慧虽然不带金戈铁马的爽感，却带着一种看破红尘的通透。这也是咱们理解刘禅这个人物最核心、最不容易被察觉的一层底色。接下来咱们就得去看看，在这种精妙平衡的背后，他是如何应对那个绕不开的难题——北伐的。
你会看到他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到底跳出了一支怎样惊心动魄的政治华尔兹。咱们聊完了刘禅在权力结构上的大拆大建和他在成都皇宫里那套精妙的端水艺术，接下来就得碰一个蜀汉政权根本绕不开，甚至可以说是长在骨子里的痛点——北伐。很多人提起刘禅时代的北伐，脑子里头一个蹦出来的肯定是姜维，是那出悲壮的九伐中原，然后紧跟着就是对刘禅的埋怨，觉得这小皇帝在后头拖后腿，要么是听信皇后的谗言把姜维召回来，要么就是压根儿没那份克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但咱们要是真钻进那段历史的褶皱里去瞧瞧，你会发现刘禅在对待北伐这件国之大事上的态度，绝对不是简单的支持或者反对，而是一种极其清醒，甚至清醒的近乎残酷的战略止损。你要知道，当时的蜀汉是个什么样？那真的是一州疲弊，论地盘只有人家魏国的一个角，论人口也就人家一个郡的体量。诸葛亮在位的时候，那是靠着他那种近乎妖孽的治国能力，强行把一个农业社会的战争潜力炸到了极限，才维持住了那种以小博大的进攻姿态。可诸葛亮一走，那层强撑着的神格化外壳就裂了。刘禅坐在那个位子上，他每天听到的不光是姜维那种热血沸腾的请战书，他还能听到巴蜀百姓的叹息，能看到国库里那点见底的存粮。作为这个家的当家人，刘禅心里有一本极度现实的账：打可能死得快点儿，不打那就是等死。在这种两难的境地里，他玩出了一手极其高明的弹性战略。咱们先看看蒋琬和费祎当政的那个阶段。这时候的刘禅其实是在借着这两位稳健派的手，给狂热的北伐情绪降温。蒋琬那时候想搞水陆进攻，刘禅没怎么表态，但私下里那是极其审慎的。等到费祎上台，那是直接把姜维给按住了。每次姜维想要倾全国之兵出去拼命，费祎就只给他10000个人，还撂下一句话：咱们才干不如丞相，丞相都没办成的事儿，咱们守好家业就行了。很多人觉得这是费祎在打压人才，可你瞧瞧刘禅的态度，他那是绝对的支持费祎。为什么？因为刘禅看透了，蜀汉的国力已经到了临界点，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能打赢几场小胜仗的将军，而是一个能让这个国家喘口气的管家。这种对止损的坚持，其实需要极大的政治定力。你想想，满朝文武天天喊着兴复汉室，你一个当皇帝的要是表现得太怂，那合法性就丢了。所以刘禅很聪明，他不明着说不打，他让费祎去当那个坏人，自己躲在后面扮演那个体谅将士、忧心国事的明君。可等到费祎被刺杀了，姜维终于熬出头了，开始了大开大合的北伐。这时候的刘禅表现出了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宽容，他给姜维权限，让他去折腾，甚至在姜维连年征战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刘禅依然在朝堂上护着他。这难道是刘禅变糊涂了，被姜维的热血给传染了？绝对不是，这是刘禅在玩一种更高层级的平衡。他明白，姜维代表的是军队里那股最坚硬的力量，也是蜀汉存在的精神支柱。如果把姜维也按死，那蜀汉的脊梁骨就真的断了。他让姜维去打，其实是在维持一种战争姿态，是告诉魏国，我虽然弱，但我这儿还有疯子，你别想轻轻松松把我吞了。但另一方面，他也通过黄皓这些人在后方对姜维进行若有若无的牵制。这种牵制在后世看来是昏庸，但在当时的政治逻辑里，那是刘禅防止军权过度膨胀，防止姜维把国家彻底拖垮的一道暗门。他就像一个老练的操盘手，在姜维这只高风险股票上建仓，但也随时准备着平仓。
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复横跳，其实折射出刘禅作为守城之君最无奈也最清醒的一面。他不像他爹刘备，刘备那是草根创业，输了可以重来；他也不像诸葛亮，诸葛亮是身负重托，必须鞠躬尽瘁。刘禅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定型的死局。他这种清醒的战略止损，虽然没能让他像汉武帝那样名垂青史，却实实在在的让巴蜀的百姓多过了20年安稳日子。你翻开《三国志》，你会发现刘禅时期，虽然前线打得热闹，但成都市井里的烟火气其实一直没断。他并没有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功名，去搞那种竭泽而渔的动员。他这种对平凡生活的守护，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甚至有些猥琐。但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士兵或农民，你可能真的会感激这位不怎么折腾的皇帝。而且，刘禅对北伐的这种消极抵抗，背后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政治考量。他是在等北方的动乱。他看着魏国曹家和司马家在那儿斗得你死我活，他其实一直怀揣着一种以静制动的幻想。他觉得只要我这儿不先崩了，只要我能把这口气续住，万一北方哪天大乱，机会不就来了吗？虽然最后他没等到那个机会，等来的是司马家的彻底做大，但你不能说这种战略是错的。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等待是唯一的武器。这种在绝望中寻找那一线生机的耐心，才是刘禅性格里最坚韧的部分。咱们再聊聊刘禅晚年对姜维的那次著名召回。很多人说那是黄皓进了谗言，说刘禅听信了鬼神之说。但你细想一下，那时候的姜维已经在前线陷入了僵局，不仅没占到便宜，反而损兵折将。国内的益州本土派已经快要造反了。刘禅这时候下令撤兵，真的是因为糊涂吗？不，那是一个老板在看到亏损扩大时，强行切断头寸的行为。他必须把姜维抓回来，必须平息内部的怒火。虽然这种做法让姜维很憋屈，甚至让后世的读者很憋屈，但在那一刻，对于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保命符。刘禅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平衡术，虽然不带金戈铁马的爽感，却处处透着一种对政治现实的极度尊重。所以啊，咱们看刘禅对待北伐的态度，不能只盯着那些输赢。你要看到他作为一个弱国元首，在面对那个注定灭亡的宿命时，那种近乎卑微的努力。他用自己的名声当挡箭牌，一会儿扮演支持者，一会儿扮演拉后腿的，一会儿又扮演调停人。他在各种势力、各种情绪之间跳了一支惊心动魄的华尔兹。这支舞跳得不漂亮，甚至有点滑稽，但他却硬生生的把蜀汉的国祚又拉长了那么一段。这种带着悲剧色彩的清醒，这种不惜背负万世骂名也要维持现状的战略选择，难道不比那些意气用事的冲锋更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吗？刘禅在那个位置上，其实活得比谁都明白，他也活得比谁都累。这种清醒的战略止损，是他给蜀汉最后的温情，也是他作为一个守城之主所能做到的极限。接下来，咱们就得去看看，当这种精妙的平衡终于走到尽头，当那个无法回避的结局真正降临时，刘禅又是如何做出那个震惊世人的最后抉择的？那背后的心理博弈，恐怕比这几十年的北伐加起来还要精彩。咱们聊完了刘禅在北伐大计上那种近乎残酷的战略止损，那种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反复横跳的无奈，其实也就触碰到了蜀汉政权最核心的一根支柱，那就是这台看似老旧，实则精密的行政机器到底是怎么转起来的。你要知道，刘禅在位这41年，外头打得热火朝天，内部却稳得像泰山一样，
这在那个动不动就篡位、动不动就屠城的乱世，简直就是一个政治奇迹。很多人把这功劳全记在诸葛亮头上，觉得是武侯留下的底子厚。后来的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这4英太给力。但咱们得换个脑筋想想，作为这间公司的董事长，如果刘禅真的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他能容忍这帮各有个性，甚至有点死脑筋的职业经理人管自己40年？他能眼睁睁看着这帮人为了公事在自己跟前磨磨唧唧，而自己一点脾气都没有？这背后的逻辑其实藏着刘禅另一种深不可测的政治天赋，那就是他那种近乎圣人境界的知人善任，和他那套让所有能臣都觉得舒服的相处之道。咱们先瞧瞧刘禅手底下这帮人。诸葛亮临走前留下的那张名单，其实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蒋琬稳重但略显保守，费祎精明但有点得过且过，董允则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甚至敢当面数落刘禅的私生活。换了别的皇帝，比如像东吴那位后期杀红了眼的孙皓，或者曹魏那边多疑的曹睿，面对这种天天在耳边嗡嗡叫，还不让自己扩充后宫，不让自己随便出去玩的臣子，估计早就找个借口把人给办了。可刘禅呢？他表现出了一种大象无形般的宽容。董允在位的时候，刘禅想多选几个美女进宫，董允直接硬邦邦的给顶回去了，说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12，现在已经够了。刘禅这时候干了什么？他没发火，没撤职，他只是嘿嘿一笑，一边感慨董允太严厉，一边照样重用他，甚至还把宫里的禁卫大权都交给他。这种能把面子彻底放下，让实干家去发挥的胸襟，其实是一种极高明的御下之术。他明白，只要这帮人能把国家治理好，自己受点委屈，被管得严点，其实是捡了大便宜。这种让能臣舒服的本领，让蜀汉的行政班底成了三国里最稳固的一股力量。你去看曹魏，曹睿死后，曹爽和司马懿斗得你死我活，高平陵之变血流成河，多少名士成了权力斗争的祭品。你再看东吴，孙权晚年搞那个二宫之争，把一帮开国元勋折腾得家破人亡，陆逊都被气死了。可蜀汉呢？虽然国力最弱，但他的政治生态是最清明的。从蒋琬到费祎，再到姜维，权力的移交没有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大家都是在一个规则框架内玩。这背后，刘禅那双看似浑浊，实则清醒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不需要像曹操那样搞什么唯才是举的口号，他玩的是一种顺其自然。他给足了这帮经理人尊严和权限，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给刘家打工，而是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种心理上的高度认同，才是蜀汉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高效运转的秘密武器。而且，刘禅这种知人善任，还体现在他那种极具现代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上。他非常清楚每个人的边界在哪儿。蒋琬擅长统筹，他就让蒋琬管大局；费祎擅长外交和应变，他就让费祎去对付孙吴；姜维擅长打仗，他就让姜维去边境折腾。他自己呢？他成了这个班底的首席情绪调节官。每当派系之间出现摩擦，比如荆州派和益州本土派又因为资源分配吵架的时候，刘禅总能用那种稀里糊涂又带着点仁厚的姿态，把火给压下去。他这种不带攻击性的性格，成了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大家觉得跟着这么一个不折腾还听劝的老板，日子虽然清苦点，但至少命保得住，名声也能留得住。这种安全感，在那个朝不保夕的时代，比金子还珍贵。咱们再深挖一层，刘禅对贤能的任用，其实带着一种道家的无为而治。他这种无为，
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干，而是不去干扰事物的自然运行规律。他明白，诸葛亮留下的这套法律体系，这套行政逻辑，已经是当时最优秀的了。作为继承者，不瞎改，不乱搞，就是对这份遗产最好的尊重。他这种近乎守财奴般的稳健，让蜀汉的百姓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享受到了那个时代罕见的法治红利。虽然没有那种横扫千军的快感，但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安定，才是真正的帝王功德。他任用贤相，不只是听话那么简单，他是真的在践行陈寿评价他的那句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只要你讲理，我就听你的；只要你为国家好，我就给你背书。这种基于理性的权力让渡，让刘禅在后诸葛亮时代依然能牢牢吸引住全天下的一流人才为他效命。当然，很多人会跳出来说，那黄皓呢？那陈芝呢？这不就是他宠信小人的罪证吗？咱们得客观的看，任何一个做了30年皇位的人，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孤独感和对官僚系统的戒备感。黄皓的崛起，实际上是刘禅在晚年，当那些老臣一个个凋零，当姜维这种军方将领权力过大时，他在潜意识里寻找的一种心理补偿和权力制衡。这虽然是一步臭棋，但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它是皇权试图摆脱文官集团束缚的一种笨拙尝试。咱们不能因为他晚年的一点失误，就全盘否定他前30年那种教科书级的用人艺术。在那个英雄辈出也杀戮成性的时代，刘禅就像是一股清流，或者说是一块温润的玉。他没有曹操那种令人胆寒的霸气，也没有孙权那种反复无常的权谋，他用一种近乎平庸的姿态，构建了一个最不平庸的行政班底。这种班底的凝聚力，甚至在蜀汉灭亡的那一刻还在发挥作用。你看那些投降后的蜀汉旧臣，哪怕到了洛阳，哪怕在司马家的严密监控下，依然保持着那种文人的风骨和对雇主的怀念。这种人心的向背，难道不是刘禅多年来以诚待人、任人唯贤的结果吗？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刘禅其实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弱势领导者。他明白，在一个强人林立的世界里，弱势有时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他通过主动示弱，通过把舞台让给贤能，不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这个国家最核心的人才资产。这种知人善任，这种对人才的深度挖掘和极致包容，才是他作为三国最强主公、最硬核的底牌。他不需要亲自提刀上马，也不需要亲自在朝堂上辩论，他只需要坐在那儿，让对的人去做对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统治。这种智慧，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种稳定班底背后的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暗战，那是关于生存与毁灭的终极博弈。看看刘禅在面对那种注定要输的结局时，是如何在那帮贤臣的辅佐下，跳出最后一支悲凉却又体面的舞蹈。这背后的心路历程，恐怕比任何一场战役都要动人心魄。既然咱们聊透了刘禅在行政班底上的那种无为而治，也看清了他如何通过这种近乎道家的御下之术，在成都皇宫里撑起了一片清明的政治绿洲，那咱们就得把这层温润的玉色再往深处磨一磨，去看看这块玉心儿里头最坚韧也最不招人待见的部分，那就是他在面对那种注定要输的宿命时，展现出来的三国第一的隐忍与大智若愚。很多人提起刘禅的隐忍，总觉得那是窝囊，是没脾气，是唾面自干。但在咱们这个充满杀伐戾气的历史语境里，如果你能像刘禅这样，在长达41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锋芒藏得一点不露，把自己的欲望掐得死死的，去成全一个国家的稳定和一群权臣的抱负，这种忍，他已经不是一种性格缺陷了，
它是一种极其恐怖的政治核武器。咱们得先明白，刘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上。他左边坐着的是诸葛亮，那是神话级的人物；右边站着的是姜维，那是热血级的疯子，后头还跟着一帮天天拿礼法压人的老顽固。在这样一个权力场里，如果刘禅是个像曹睿那样喜欢大兴土木、追求个性解放的皇帝，或者像孙权晚年那样疑心病重到要杀儿子的暴君，蜀汉早在那场连年的北伐战车下散架了。刘禅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选择了一种最不费力，但也最考验心性的姿态，当一个透明人。他把这种透明化到了骨子里，以至于连当时的史官、后世的读者，甚至他身边的那些权臣，都觉得他是个可以随便揉捏的软柿子。但你仔细去品，在那个权臣篡位比翻书还快的时代，有哪个软柿子能平平安安的做41年皇位？有哪个软柿子能在相父去世后稳稳当当的接管军政大权而不引发兵变？这种隐忍首先体现在他对名分和实权的极致取舍上。在诸葛亮当政的12年里，他几乎不出声。这种不出声不是因为他无话可说，而是他看透了权力的游戏规则。他知道，只要他在这个位置上，他就是大汉法统的化身。他把所有的聚光灯都给了诸葛亮，让诸葛亮去当那个呕心沥血的英雄，自己则甘愿在那抹巨大的阴影下当一个注脚。这种退让换来的是举国上下对刘氏皇权的绝对认同。大家觉得皇帝这么仁厚，这么信任相父，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这种通过示弱来凝聚人心的手段，比任何高压统治都要有效得多。他用一种近乎自残式的低调，消解了主少国疑的所有风险。这种忍是带着大局观的，是那种守弱的顶级智慧。等到诸葛亮走了，刘禅的这种隐忍又进化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他并没有因为压抑了12年就突然爆发，搞什么大清算、大反弹。相反，他表现得更加圆融。他废了丞相制，把权力拆开分给蒋琬和费祎，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定力。他明白，如果他这时候急着跳出来说现在轮到我说了算了，那蜀汉内部立刻就会出现派系崩盘。他继续忍到蒋琬、费祎这些老臣一个个老去，忍到自己真正成熟到可以驾驭这台复杂的机器。他的这种隐忍带有一种猎手般的耐心。他不是不想要权力，他是在等权力自然而然地流向他这个唯一的重心。这种不争之争让他避免了无数次可能的宫廷政变。咱们再聊聊他那种被后世嘲笑的大智若愚。其实，在刘禅的政治逻辑里，愚只是他的防弹衣。在三国那个环境，聪明人死得最快。杨修聪明吧，被曹操杀了；许攸聪明吧，被曹操杀了；陆逊聪明吧，被孙权气死了。刘禅看明白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种外露的聪明不仅没用，反而招灾。所以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草包。他表现得贪玩，表现得听劝，表现得对权力没什么野心。这种人设让那些野心勃勃的大臣在他面前放下了戒心，也让北方的魏国觉得蜀汉已经不足为虑。这种战略级别的误导，为蜀汉争取到了极为珍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他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博弈高手，故意在盘面上露出破绽，让对手觉得他是个菜鸟，从而在战术上产生轻慢。这种愚在处理黄皓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复杂。很多人觉得宠信黄皓是刘禅晚年糊涂，但咱们从权力的平衡术去看，黄皓其实是刘禅在晚年对抗日益膨胀的文官和将领势力的一根搅屎棍。他在那个位置上太久了，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大臣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利益集团。
刘禅需要一个像黄皓这样出身低微、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家奴去打碎这种平衡。他表现得像是被黄皓蒙蔽了，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深层的隐忍？他利用黄皓去干那些他身为皇帝不方便干的脏活，去试探大臣们的底线。这种在钢丝上行走的博弈，虽然最后玩砸了，但你不能说这种思路不深沉。刘禅的隐忍，最终在蜀汉灭亡的那一刻达到了巅峰。当邓艾的骑兵出现在成都城下，当所有的将领都束手无策，当他的儿子刘慎选择自尽殉国的时候，刘禅表现出了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冷静。他没有选择壮烈的牺牲，没有选择带着满城百姓去陪葬，而是选择了最屈辱也最实惠的一条路——投降。那一刻，他把这辈子攒下的所有隐忍都拿出来了。他知道，只要他活着，蜀汉的那些百姓和官员就有一条生路；只要他活着，司马家就得为了展示仁慈而善待蜀地的移民。他在那份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心里的痛苦恐怕比自杀还要强烈，但他忍住了。他把这种屈辱变成了一种生存的资本，把一种个人的失败升华为一种群体的保全。这种在极致压力下的情绪管理能力，才是刘禅最可怕的地方。他能忍受名声的彻底破产，能忍受后世千年的谩骂，能忍受在敌国酒宴上表演那种滑稽的演技，只为了一个极其朴素的目标——活下去。这种活下去，不是为了他一个人的锦衣玉食，而是为了那个已经支离破碎的政治理想做最后的善后。他这种隐忍，带着一种宗教般的牺牲感。他把自己祭献给了历史，成了那个衬托诸葛亮伟大、衬托刘备仁德的黑影。他心甘情愿地钻进这个黑影里，再也没有出来。所以，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个坐在洛阳城里满脸堆笑说着此间乐的安乐公时，你看到的绝不应该是一个傻子，而是一个在经历了41年的政治风暴，看透了权力的血腥与虚伪后，选择彻底放下武器，用一种最卑微的姿态去消解仇恨的智者。这种智大到了化境，大到了让凡夫俗子觉得是愚的地步。他用一辈子的隐忍，在三国那个绞肉机一样的时代，为自己、为家小、为万千百姓，硬生生地烫出了一条生路。这种生存哲学虽然不带一点英雄主义的光芒，却透着一种对生命、对现实最深沉的敬畏。这种隐忍与大智若愚，正是刘禅作为三国最强主公最隐秘也最硬核的生存密码。接下来，咱们就得去深入讨论一下这种隐忍背后的那场关于生与死、荣与辱的终极对谈，看看他在那个必败之局的最后时刻是如何在那份投降文书上写下了一个时代的句点。这背后的悲凉，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懂。咱们聊透了刘禅那种近乎化境的隐忍和那种躲在草包人设底下的顶级生存智慧，其实也就推导出了他人生中最具争议也最让人心碎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长达41年的权力长跑里，刘禅一直像个潜水员一样憋着气，试图在三国这个绞肉机里给蜀汉这艘小船画出一条生路。可天意弄人，到了景耀6年，也就是公元263年，那场决定命运的寒风终究还是从阴平的小道上刮了过来。邓艾那个疯子带着一群同样疯了的魏军，硬生生的从没有人烟的摩天岭上翻了下来，像鬼魅一样出现在了绵竹，出现在了距离成都近在咫尺的地方。这时候的成都，空气里恐怕都透着一股子绝望的铁锈味儿。很多人看这段历史，总喜欢把目光盯着刘禅那个自刎殉国的儿子北帝王刘慎身上，觉得那才是大汉的骨气，那才是老刘家的种。可咱们换个立场，如果你坐在刘禅那个位置上，看着城外黑压压的敌军，听着城内百姓惊恐的哭喊，
看着那帮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关键时刻却只想着怎么投降保命的益州本土派官僚，你该怎么选？刘禅在那个时刻做出的投降决策，绝对不是因为他胆小怕死，而是一个在这辈子见惯了血腥与毁灭的政治家，在必败的局势面前献出的最后一份，也是最沉重的一份大智若愚。你要知道，当时的成都其实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虽然邓艾来了，但姜维的主力还在间隔，还没垮呢。如果刘禅下令死守，靠着成都的城墙撑到援军回防，不是没可能。可刘禅在那一刻，他那双一直藏在权力迷雾后的眼睛，看穿了另一个更残酷的真相：人心散了。益州那些地头蛇们早就受够了荆州帮带着他们年年北伐、年年赔本的买卖。对他们来说，换个主子照样当官；可对成都的老百姓来说，一旦开战，那就是玉石俱焚的屠城。刘禅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面对着主将派和主战派的唾沫横飞，他表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果决。他没有选择像个英雄一样拉着全城的人去陪葬，而是选择了背负万世骂名，把自己这辈子最后一点身为皇帝的尊严，在那份投降书上给一笔一画的磨平了。这种决策，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软弱，它是一种极度清醒的战略止损，是一种宁可我一个人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也要换取全城生灵涂炭之后那一点活命机会的博爱。很多人嘲笑刘禅投降时的样子，说他把自己绑起来，带着甲小出城，那副模样简直丢尽了刘备的脸。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极致的卑微，其实是刘禅给司马家、给邓艾出的最后一道难题。他表现得越怂，越配合，越没有皇帝的架子，司马昭就越没理由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搞大规模的清算。他用这种自毁式的低姿态，给蜀地的那些官员、将领，甚至那些曾经跟着他爹打江山的荆州老臣们，撑起了一个临时的避风港。他在投降的那一刻，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皇帝了，他成了一个祭品，把自己祭献给了那个他守护了40年的土地。这种犟背后的心理博弈极其复杂，它包含了一种对现实的彻底妥协，也包含了一种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在他看来，所谓的汉贼不两立，在满城百姓的命面前，到底值多少钱？刘禅用行动给出了他的答案，虽然这个答案在儒家史观里是那么的肮脏，但在那个人命贱如草的乱世，这何尝不是一种最高级的慈悲？咱们再往深了看，刘禅的这种决策，实际上是他在那长达几十年的隐忍修行中最后的一次爆发。他明白，蜀汉的国运已经到头了，那支名为兴复汉室的蜡烛已经燃尽了。如果你硬要让他再爆出个火星，那代价可能就是整个巴蜀文明的倒退。刘禅在那个关口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他甚至劝退了想要拼命的将领。这种行为在热血青年看来是卖国，但在一个理性的元首看来，这是在避免无谓的牺牲。他选择投降，不仅仅是投降给魏国，更是投降给那个他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他这种在末路时的从容，甚至带着一种看破红尘的豁达。他带头走出了成都城，也就带头走出了那个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幻梦。这种投降后的刘禅，其实活得比谁都通透。他到了洛阳，面对司马昭的各种试探，他继续演他的安乐公。很多人觉得他那句此间乐，不思蜀是没心没肺，可你细品，如果不这么说，他能活？他身边那些跟着他来洛阳的几千名蜀汉家属能活？他在洛阳的每一个笑脸，其实都是在给那些还在蜀地的旧部争取宽大处理的空间。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小丑，以此来消解司马昭对蜀汉移民的戒心。这种忍辱负重，
这种把个人的名声踩在脚底下反复摩擦的韧性，难道不比那种一时冲动的自尽更难、更苦吗？刘禅在那个必败之局的最后时刻，用他的方式给这场三国大戏画上了一个最不华丽却最有人情味的句点。当我们把刘禅的投降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去看，你会发现，这种不以百姓为刍狗，不为虚名而毁实力的领袖，其实是极其罕见的。他没有像后来的崇祯那样吊死在歪脖子树上，也没有像孙皓那样死到临头还要拉人垫背。他平平静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审判，也平平静静地护送着他的子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投降是对英雄主义的一种消解，也是对生存权利的一种捍卫。他虽然没有金戈铁马的壮烈，却有一种悲悯苍生的厚重。他在那份投降文书上签下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他个人作为影帝生涯的最高峰。所以，咱们别再用那种成王败寇的老眼光去盯着刘禅的这份投降书了。你要看到那白纸黑字背后的血泪，要看到那个坐在牛车上出城的男人心里到底装了多少委屈。他用这辈子的最后一次低头，换来的是巴蜀大地没有陷入长期的战乱割据，换来的是蜀汉文化在另一个框架下的延续。这种智慧，它不带光芒，甚至带着泥土的腥味，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刘禅在末路决策中所展现出的那种超脱与果敢，正是他三国最强主公身份的最后一次证明。他不仅能守得住江山，他还能放得下江山。这种能拿起也能放下的格局，才是一个顶级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接下来，咱们就得去复盘一下，为什么这种明明带着智慧光芒的隐忍和舍弃，会在长达1700年的时间里被抹黑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那背后的历史滤镜，到底是谁在操控？这其中的文化逻辑，恐怕比刘禅的一生还要曲折离奇。我们要聊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傻阿斗来衬托那个伟大的时代。聊完了刘禅在成都城破之时那种近乎自残式的理性抉择，也看透了他在洛阳城里用一辈子积攒的演技换取万民余生的悲凉底色。咱们这时候就得把这层厚重的历史幕布再往两边扯一扯，去盯着一个困扰了咱们1700年的终极怪圈。既然刘禅在政治平衡上这么老练，在知人善任上这么通透，在战略止损上又这么果决，那为什么他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里会被死死地钉在扶不起的阿斗这个屈辱的柱子上？为什么一提到他，大家伙脑子里跳出来的不是一个深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流着哈喇子只知道玩乐的胖子？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双看不见的黑手，那是咱们漫长的儒家文化观和封建正统论，在历史的暗处里硬生生的给刘禅焊上了一层洗不掉的昏庸滤镜。咱们得先明白一件事儿，历史从来不是一面平整的镜子，它更像是一个被人精心修剪过的盆景。在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里，文人士大夫们需要什么样的英雄？他们需要的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烈，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绝对忠诚。在他们眼里，诸葛亮就是这个神坛上最完美的偶像。可问题来了，如果诸葛亮是那个算无一策近乎于神的圣人，那他辅佐的君主如果也是个英明神武的雄主，那诸葛亮的这种孤独感和悲剧感不就稀释了吗？为了衬托武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历史的编纂者们潜意识里就需要一个反差。于是刘禅就被选中了，他必须得平庸，必须得糊涂，甚至必须得有点傻。只有这样，诸葛亮的忠诚才显得那么感天动地，只有这样，蜀汉的灭亡才显得那么理所当然，不是丞相不给力，实在是主公带不动。这种文学创作上的捧一踩一，
在《三国演义》诞生后达到了顶峰。罗贯中老先生大手一挥，直接把刘禅从一个复杂的政治家精简成了一个只会给诸葛亮添乱的巨婴。咱们再往深了看，这背后还有一层更狠的逻辑，那就是对投降这2个字的极端排斥。在咱们传统的道德谱系里，亡国之君只有2条路，要么死在设计上，要么就得表现得苦大仇深，卧薪尝胆。可刘禅偏偏走了第3条路，他在洛阳不仅活得好，还表现得挺开心。这种对忠诚和节操的公然解构，让那些讲究君臣大义的儒生们感到了一种生理性的不适。他们没办法接受一个丢了江山还能笑得出来的皇帝，因为这触动了封建统治最核心的防御机制。如果大家都学刘禅，那皇帝的威严往哪儿搁？政权的合法性往哪儿摆？所以他们必须得丑化刘禅，必须得把他的求生定性为无耻，把他的清醒定性为短视。这种道德层面的集体谋杀，比任何刀剑都要锋利。他让刘禅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仅丢了皇位，还丢了人格的解释权。其实，这种历史滤镜的形成，还跟咱们中国文化里那种悲剧英雄崇拜有关。咱们更喜欢看关羽败走麦城的壮烈，看姜维一计害3贤的决绝，这种血色的美感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终极想象。而刘禅这种活法太现实，太消极，太不艺术了。他就像是那个在英雄史诗里大杀风景的旁观者，用他的平庸和世俗消解了那些慷慨激昂的口号。但咱们摸着良心讲，如果历史只剩下英雄的冲锋，而没有刘禅这种人的善后，那这个世界得有多残酷？刘禅被抹黑的1700年，实际上也是咱们这种文化心态里崇明青史的一个缩影。我们宁愿要一个拉着满城百姓去死的真英雄，也不愿要一个背着骂名让百姓活下去的假昏君。这种审美上的偏执，让刘禅成了那个最大的受害者。咱们翻开那些严肃的史书，去看看那些没被演绎洗脑的真实评价。陈寿在《三国志》里虽然说刘禅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但他也承认刘禅在位时那种政治的平稳。这种平稳在乱世中是极其罕见的。可是这种实实在在的统治成果，在后世那些热血澎湃的读者眼里，哪有借东风火烧连营来的刺激？刘禅的这种静，在文学叙事里就是一种空，而这种空就被后来的创作者用各种荒唐的段子给填满了。从扶不起到乐不思蜀，这些词儿逐渐脱离了历史原貌，变成了某种符号，某种用来教育后人的反面教材。刘禅在这1700年里，其实扮演了一个历史稳定器的角色，他承担了所有的嘲讽，以此来反衬出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这种文化逻辑的霸权，甚至影响到了咱们对成功的定义。在传统的视角里，保不住祖宗基业就是最大的失败。但如果我们把尺度拉开，从生命价值的角度看，刘禅在那个绞肉机一样的时代，保全了那么多人，活到了60多岁，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成功吗？可惜，历史的滤镜是不允许这种定义的。它需要的是等级森严的忠诚，是血脉奔张的斗争。刘禅那种带着道家色彩的随遇而安的生存方式，被看作是对这种霸权逻辑的一种挑衅，所以他必须被黑，被黑得体无完肤。这种抹黑不仅是文字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我们每个人在嘲笑阿斗的时候，潜意识里其实都在宣泄一种优越感。我们觉得自己比他聪明，觉得要是咱们坐在那个位置上，肯定能干得更好。这种集体心理的投射，让阿斗这个形象变得越发臃肿和滑稽。但当你真的读懂了那个时代的绝望，读懂了诸葛亮去世后那种无法挽回的颓势，你才会明白，刘禅能在那个位置上撑住40年，
而且能在最后时刻做出那种选择，这得需要多大的内心能量。所以啊，咱们今天重新审视刘禅，实际上是在跟这双长达1700年的黑手做斗争，是在试图打碎那层厚厚的、充满了偏见的道德滤镜。我们要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洗白过程，而是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解救。刘禅不需要咱们去神化他，他只需要咱们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有智慧、有弱点，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极其清醒的人来看待。我们要看清那份所谓的平庸背后，其实是一种对历史宿命的深刻领悟。这种领悟虽然不带金戈铁马的爽感，却透着一种对人性最深处的尊重。当你真正看透了这层滤镜，你看到的刘禅就不再是那个滑稽的胖子，而是一个在历史的风雪中独自背负着整个民族最隐秘的生存智慧，默默走过一生的孤独长者。接下来的最后一部分，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给这位三国最强主公的一生做一个最后的、最有温度的总结。看看他在那漫长的41年的尽头，在那满地鸡毛的历史废墟之上，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怎样超越时代的生存启示录。这其中的况味，恐怕比咱们之前讲的所有权谋都要深刻。聊到了这儿，咱们这一路从洛阳城那场充满政治算计的酒宴，到这追溯回长坂坡的死里逃生，又横跨了诸葛武侯那长达12年的相父阴影，看透了刘禅在后诸葛亮时代那种剥离权力、精准制衡、以退为进的帝王权术。咱们实际上已经亲手撕碎了那张贴了足足1700年的草包面具。这时候，如果你在盯着那个坐在牛车上出城投降，或者在敌国席间憨笑着说出此间乐的安乐公，你眼睛里看到的绝不应该再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而应该是一个在历史最残酷的夹缝里，硬生生的活出了一种平凡者终极胜利的最高明的生存大师。咱们得说，刘禅这一辈子其实活得比特种兵还累，也比哲学家还透。你想想看，他在位的那41年，正是三国那个大浪淘沙、英雄凋零的最快的惨烈时期。曹魏那边的皇帝换了多少茬？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每一个不是短命，就是被权臣像玩偶一样废掉杀掉。东吴那边呢，孙权晚年疯了一样杀儿子、杀大臣，后来的孙亮、孙休、孙浩，哪一个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在那样的乱世里，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你握得越紧，手心烂得越快，你跳得越高，摔得就越惨。可刘禅呢，他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那种练了绝顶内功，却偏偏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挑粪老头的高手。他用一种近乎自残式的平庸，消解了所有人的敌意，用一种近乎无耻的隐忍，保护了所有他想保护的人。这种成功，在咱们那种以开疆拓土、杀伐果断为荣的传统价值观里，确实不显眼，甚至有点猥琐。但如果你站在生命本身的立场去看，这简直是三国第一等的政治奇迹。咱们复盘刘禅的一生，你会发现他最厉害的一招，其实就是看透了放下这2个字。刘备放不下，所以他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带着那种几乎要呕出血来的不甘。诸葛亮放不下，所以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在五丈原累到灯枯油竭。这些英雄的形象确实伟大，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英雄的背后是千千万万百姓的白骨。而刘禅，他可能是三国那个时代里唯一一个真正懂得给百姓留点活路的君主。他不爱折腾，不爱搞那种竭泽而渔的战争动员，他不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历史定位，他只求这艘破旧的蜀汉小船能多飘一会儿，再多飘一会儿。这种平凡者的胜利，实际上是对那个嗜血时代最有力的无声抗议。他用他的长寿，用他在位时间的记录，
用他最后带着全体臣民平平安安步入新时代的从容，向那些迷信暴力和权谋的枭雄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作为一个领袖，你最大的功德，有时候真的不是抢了多少地盘，而是让多少人能够活到白头。咱们现在站在这1700年的历史废墟之上，回望那个被抹黑成笑话的男人，你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凉的深度。刘禅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部大型的历史行为艺术，他心甘情愿地钻进那个名为平庸的避风港里，任凭后世的文人墨客在那儿指桑骂槐，任凭那些没读过几天书的看客在那儿嘻嘻哈哈。他不需要解释，因为他知道解释也没用，这个世界只需要英雄，不需要这种活得太明白的明白人。他用这种方式保全了刘备的血脉，保全了诸葛亮的荣誉，也保全了巴蜀大地的生灵。这种牺牲名誉的牺牲，其实比牺牲性命还要难上千百倍。他是一个真正的在历史长河里孤独逆行的隐者。他那种看似滑稽的乐不思蜀，实际上是他跟这个残酷世界达成的最后一份停战协议。所以啊，咱们复刻刘禅的故事，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洗白，而是为了在那一堆被神化、被魔化、被符号化的英雄传记里，找回那么一点点属于人的真实。我们要明白，在绝对的强权和无法挽回的宿命面前，那种带着尊严的妥协，那种带着智慧的退避，其实一点都不丢人。刘禅给我们留下的一份超越时代的生存启示录，那就是当世界逼着你当英雄去送死的时候，你能不能有那份定力去当一个活着的平凡人？你能不能在那份必败的局势下，守住你内心最后的那一点仁厚和清醒？刘禅走完了他那漫长而又备受争议的一生，洛阳的夕阳照在他那个已经老迈的身影上，他可能也会想起当年在长坂坡前赵云怀里的那个颠簸，或者想起白帝城里老爹那句沉重的嘱托。他这辈子终究是没有辜负谁，他辜负了文人的胃口，辜负了演绎的节奏，但他没有辜负那些跟他一起活下来的有血有肉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刘禅，一个被误解最深的最强主公，一个在乱世里活得最透彻也最善良的顶级伪装者。历史的烟云终究会散去，那些打打杀杀的喧嚣最后都会化作史书里几行冰冷的数字，唯独这种对生命的敬畏，这种在绝望中依然试图抓住那一丝温情的韧性，能透过这1700年的尘埃，直接撞进咱们的心窝里。刘禅不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他是那个看破了红尘，却依然愿意在红尘里当个小丑来守护希望的人。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儿，下次当你在听到别人嘲笑阿斗的时候，你可以微微一笑，在心里对那个远在洛阳满脸堆笑的老人说一声：嘿，老刘，你其实赢了，赢得很漂亮，也赢得很体面。在这种跨越千年的对话里，我们终于能给这段历史画上一个最有温度也最公正的句号。这不仅是对刘禅的救赎，也是咱们这些后来者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温柔回归。